5大野戰軍為什麼變成4大？華北軍區怎麼就沒混上第5野戰軍？這事兒說來也怪，平津戰役一打完，中央軍委就發布了全軍統一整編的命令，西北、中原、華東、東北4個野戰軍搖身一變，成了1野、2野、3野和4野。這4個番號大家都熟，可細心的人肯定犯嘀咕了。當初我軍不是有5大野戰軍嗎？華北野戰軍哪兒去了？怎麼就給人漏了呢？有人就猜了，是不是華北野戰軍的領導人不夠格？畢竟1野有彭老總，2野是劉鄧，3野陳毅和粟裕，4野林總，那都是戰神級的人物。可要說聂荣臻不夠格，那可真是冤枉人了。聂帥是林總的搭檔，身邊還有個徐向前，這陣容說句實在話，擱哪兒都不寒碜。那問題到底出在哪兒？我們得從頭捋一捋。抗戰勝利後，晋察冀軍區搞了統一整編，聂榮臻当司令員兼政委，手底下8個野戰縱隊，後來又加了個楊得志的第1縱隊，一共9個縱隊，20多萬人馬。後來解放戰爭一開打，晋察冀和晋冀魯豫2個軍區一合併，成了華北軍區。聂榮臻當司令員，薄一波當政委，下辖3個野戰兵团，徐向前是第1兵团司令员，杨得志是第2兵团司令员，杨成武是第3兵团司令员，总兵力23万。徐向前那是戰神級別，楊得志是3楊之一，楊成武也是後起之秀，這個陣容夠豪華了吧？可問題是，這麼一支兵強馬壯的部隊，到了整編的時候偏偏沒混上。第5野戰軍的番號23萬人被改編成了18、19、20 3個兵团，以至於後來有人說聂榮臻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當上第5野戰軍司令員。那是不是華北野戰軍打得不好？如果單看某一段時間，確實有過挫折，畢竟他們面對的可是傅作義，那是國民黨裡少有的能打的将領。绥遠戰役、大同吉寧戰役、張家口戰役，華北野戰軍都沒有占到便宜，毛主席還因為包圍35軍的事差點急眼。可要是把眼光放大到整個戰場，華北野戰軍的戰果可一點都不差。1945年绥遠戰役殲敵 1.7 萬，1946年底到1947年初又殲敵 1.7 萬，1947年正太戰役幹掉3萬多，6月到9月連打幾仗又殲敵2萬多，10月清風店戰役再殲2萬，11月石家莊戰役全殲 2.4 萬，1948年3月到10月更是一路狂飆殲敵17萬，尤其是徐向前在晋中戰役裡用地方部隊幹掉國民黨正規軍10萬，1949年太原戰役又滅掉 12.4 萬，阎錫山的老巢徹底被端，平津戰役裡配合東北野戰軍幹掉傅作義52萬多人。整個算下來，華北野戰軍轉戰華北、西北、西南，殲敵100多萬，這戰功擺在這兒，不輸給任何一支野戰軍。那既然兵強馬壯，戰功赫赫，怎麼就落選了呢？說到底，就是沒趕上好時候，外加被派了更重要的活兒。仗打到後期，4大野戰軍各管一攤，1野打西北，2野下西南，3野收東南，4野去中南，各自都有大仗要打。可華北野戰軍呢？華北地區的仗基本打完了，就剩點土匪和5萬殘敵，人家還起義了，根本用不着再整編成一個大的野戰軍。而且說實話，華北野戰軍在不少大戰裡本來就是救火隊的角色。18兵团幫2野解放西南，19兵团跟1野打西北，平津戰役裡負責阻擊攔截，雖然是打輔助，但作用一點也不小。更重要的是，平津戰役一結束，中央領導人就要進北京了。那時候天津、北京一帶還藏着不少國民党特務，安全問題可是頭等大事。正好華北野戰軍的20兵团接了這活，不光管天津防務，還在開國大典上當了受閱部隊。到了1950年11月，中央乾脆以20兵团機關為基礎，組建了公安部隊領導機構。這麼一看就明白了，華北野戰軍雖然沒有混上第5野戰軍的番號，可人家肩上的擔子一點也不輕，保衛黨中央這活兒比什麼都重要。